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对比了股票、债券、基金的优劣，知道了股票类资产呢，在历史中是收益最高的可投资资产，并且基于机会成本这个重要的因素，在我们投入时间和精力，提升了自己的投资能力，具备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的提高投资股票的份额，从而长期的获得更高的收益回报。我们都知道，做任何事情能参考学习前辈的经验，会让我们事半功倍。那投资这件事呢，也不例外。而这方面呢，最伟大的前辈代表莫过于巴菲特了。网络上关于巴菲特的文章和视频非常多，然而很多只是草草的提及价值投资而已，没有深入到人的成长和理念形成的整个过程。那么今天呢，社长会花一个较大的篇幅来详细的说一说股神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具体是怎样的，适用于当前这个时代吗？他的过往中经历了怎样的3个发展阶段，以及我们普通的投资者在买卖股票的实践中能怎么来应用。大家好，欢迎来到韭菜投研社，我是社长老韭菜。本频道专注于投资研究分享，希望能帮助更多的朋友少走弯路，提升回报。感谢大家点赞关注支持我们。提到巴菲特呢，你可能会想到那个爱喝可口可乐的慈祥的老头，遵循着买股票就是买公司，要买就买好公司的投资理念。但其实巴菲特曾经是个喜欢百事可乐、充满好胜心的年轻人，也曾靠着买烟蒂股获得了不菲的投资收益。没错，回顾巴菲特的成长历程，你会发现巴菲特的投资思想呈现了非常清晰的阶段进化的轨迹。巴菲特评价自己说，我的投资理念就是 85% 的格雷厄姆加上 15% 的费雪。那么这2位是何人呢？为什么巴菲特学了他们就成了新一代的传奇？我们来一起梳理一下巴菲特的成长经历。在1950年，20岁的巴菲特大学毕业，那年呢，他第一次阅读到了格雷厄姆的经典著作《聪明的投资者》，立即被这本书迷住了。那巴菲特的室友伍德说，他对巴菲特而言呢，就像找到了上帝所在。同年，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正式的拜格雷厄姆为师，把这一年作为巴菲特投资思想形成早期的开端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多年后，巴菲特在和格雷厄姆的通信时还写道，在此之前，我一直是靠腺体而不是靠大脑在进行投资的。1954年呢，24岁的巴菲特加盟了格雷厄姆的纽曼公司，为格雷厄姆而工作。从那时起呢，整个50-60年代，巴菲特的投资风格是格雷厄姆式的价值投资法。简单的概括呢，就是价值低估，寻找有价值的股票，在低估的时候买入，对于未来持保留态度，不着重股票的成长性。那具体的内容呢，包括以下几个点。第一，市场先生理论。众所周知，做股票投资就意味着要应对波动性。格雷厄姆认为呢，聪明的投资者不应该在下跌的时候仓皇出逃，相反，经济低迷的时候呢，恰恰正是最好的投资机会。他用市场先生来说明了这一点。格雷厄姆说呢，假如你和市场先生是一家公司的合伙人，每天呢，他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告诉你你的股权价值是多少，并以此让你把股份卖给他，或从他那儿购买股份。但这位市场先生呢，情绪很不稳定。当他情绪高涨的时候，他会给出很高的估值，而情绪低落的时候呢，又会给出很低的离谱的报价。那这位市场先生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就是他风雨无阻，每天只报价，然后等待你的买卖决定。格雷厄姆通过这个故事呢，告诫投资者，市场先生是资本市场的隐喻，它是神经质的，反复无常的。一个好的投资者呢，要训练和养成良好的判断力和控制力，利用市场先生的极端情绪，而不是被市场先生的情绪影响或者控制。第二呢，是安全边际的理论。我们在做股票投资会接触到2种价格，一个呢是内在的价值，这是企业的实际价值，可以通过对企业未来收益的折现值来进行计算。但是内在价值呢，很难去准确的核定，不同的分析师对内在价值的估计往往偏差是很大的。还有一个呢，是市场的价值，是市场对一个企业现在所给出的价格，是投资者在买和卖之间形成的均衡。那市场价值呢，可能会跟内在的价值相差很远。而所谓的安全边际，其实就是指市场价格和内在的价值有明显的差别。市场价格低于内在价值的差额越大，那么安全边际呢就越大。当对企业的内在价值评估过高的时候，安全边际可保护本金的安全。
格雷厄姆认为在短期来看，市场仅仅是投票期，但长期来看，市场却是称重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应该透过股票市场的价格，看到企业背后的市场价值。内在价值呢，至少要比市场价格高出50%以上，才能够拥有良好的安全边际。那比如评估的企业价值是100块，那买入其股票的价格是50块，那这个50块呢，也就是安全边际了，也就是投资风险的缓冲区。这一概念对于投资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市场每时每刻都在对所有的股票进行评估。如果在安全边际内购买股票，市场经过了评估，如果将其价格提升到了公允的价值，那么这个价值投资就可以带来可观的利润。那如果公司没有按照计划发展，业务出现了滑坡，安全边际呢，也就为自己的投资成本提供了保护。第三呢，是给股价找锚点。上面我们说过股价是无法被准确测量的，那究竟怎么判断自己到底买贵了没有呢？格雷厄姆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那就是重视债券的收益率，尤其是无风险的注入国债的收益率，把它作为股价的锚点。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把货币看作是水，不同类别的投资市场看作相互连通却又各自独立的大水池，那根据常识我们就知道，这些水池的水面一定会处于同一高度。同样呢，不同市场的投资收益率也会趋同。有时由于气候原因，一个水池里的水可能正掀起了惊涛骇浪，但它迟早会归于平静。因此呢，如果我们把无风险的国债收益率看成一个锚，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知道当前股票的价格是高了还是低了。我们知道股票的预期收益率其实就是等于每股收益除以价格。那如果每个收益率和国债的收益率呢，相比之下并没有明显的优势，那我们就可以初步的判定它的价格已经偏高了。因为既然预期的收益率是一样的，我为何不去买风险更低的国债呢？如果股票的预期收益率高于国债收益率的1倍，那么这就很有可能是一笔不错的投资了，而高出这部分的收益就是股票的风险补偿。通过这个锚点理论格雷厄姆大师给我们设计了一套投资策略。他说你应该持有一个股票和债券的组合，在这个组合中股票和债券的比例各占50%。由于整个股票市场的平均市盈率的倒数就是整个股市的预期收益率，那么如果这个收益率呢远高于国债的时候，你就应该不断的卖出债券而买入股票。当然股票比例呢最高不要超过70%，而当股市的整体收益率呢远低于国债收益率的时候，你就应当不断的卖出股票而买入债券。股票的最低比例也不要低于30%，那这样呢，你就能客观的做到低卖高卖，长期下来呢，你就会获得一个十分不错的投资组合的收益。那这个收益呢，很可能会跑赢大盘，但你却承担了更低的波动风险。这就是格雷厄姆大名鼎鼎的股债均配模型。直到70年后的今天，很多优秀的投资经理人仍然在用这套投资策略，即便如今大名鼎鼎的桥水策略也只是这套策略的高阶版而已。做个小结，在格雷厄姆投资理念的影响下，巴菲特取得了不小的回报。其中最佳案例呢，就是1964年巴菲特利用色拉油丑闻，将合伙公司40%的资金投入到了美国运通当中，并持股长达4年。在随后的5年时间里，美国运通的股票上涨了5倍。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阶段。虽然格雷厄姆的投资方法让巴菲特赚了钱，但早在1964年，巴菲特就注意到格雷厄姆买入了廉价股的策略存在价值实现的问题。也就是说，有的公司虽然是低价买进了，安全边际也很高，但迟迟不涨，达不到盈利的标准。那此外呢，这种特定的公司随着股市的整体上涨变得越来越少。正如巴菲特后来的伙伴查理芒格所说，在格雷厄姆手下工作的经历和巨额盈利，让巴菲特的大脑一度阻塞，很难摆脱如此成功的思维方式。那经过了不断的探索和学习呢，终于在1969年，39岁的巴菲特读到了费雪的著作《普通股和不普通的利润》。在这本书里呢，他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开始逐渐认清了格雷厄姆不论本质购买任何公司的哲学的局限性，开始将费雪的投资理念整合进他的投资理念当中。那么费雪的投资理念又包含了哪些内容呢？第一，成长性是最重要的。
费雪认为投资目标应该是一家成长型的公司。那什么是成长型呢？他在《怎么选择成长股》一书当中说到，这家公司应该有明确的计划，能使盈利长期大幅成长，从而呢使投资者有丰富的回报。这就是费雪投资哲学的核心。当然，费雪的要求没那么严苛，因为即使是最优秀的成长型的公司，也不能指望每年的销售额都高于前一年。由于存在着商业周期，它的变化对每年的业绩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增长不能根据某一年的利润数字来做判断，可以把好几年合在一起考虑。也就是说呢，至少在几年内，公司是否具有足够市场潜能的产品或者服务，使得销售额有可能实现相当大的增长。那一旦企业盈利能保持这样的高速增长，那就会驱动股票价格的增长。基于这样的逻辑，买进成长股后，一般而言总是会有丰厚的利润。第二呢，是不必苛求低估。可以看出来，这个观点和格雷厄姆有点针锋相对的意思。费雪对比了价值投资和成长投资，他认为总想找到低估的股票是不太现实的，而且一只低估值的股票调整到真实价值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这会让投资者等太久。有这时间成长型的股票的利润要多得多。他举例说，如果一只成长型的股票的利润每过10年呢增长100%，那变相的说，那这不就是一种低估了50%价值的不常见的便宜股票吗？他认为最正确的赚钱方式就是找到真正优秀的公司，在他们发展的早期买入，然后坚定的持有，这样不仅能赚到比择时更多的钱，承担的风险也更低。第三，卖出的3大原则。费雪关于卖出行为是这样说的，首先，不要因为担心能出现熊市而卖出。他认为这样做无异于要求投资者知道空头市场何时出现，以及何时结束。要是能知道这个，每个人都是亿万富翁了。然而现实情况都是投资者卖出之后，空头并未出现，市场继续上扬。等到空头市场真的来临的时候，投资者又因为恐惧而不敢买回。其次呢，投资者不应该因为手上的股票涨幅过大就卖出股票。费雪教导我们，涨幅过大、估值过高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没有证据表明多高的估值或者涨幅才是最大最高的，所以别轻易的出手。总结下来呢，就是只要公司仍然具备让业务取得成功的各项特质，就不要轻易的卖出。那啥时候才能卖出呢？第一，当初买的时候没看准，也就是说压根儿没研究透彻，属于自己的失误。那这个时候呢，要勇于承担错误，果断的卖出。第二呢，是当选好的成长股成长潜力已经消耗殆尽，就应该卖出了。第三呢，是看到了更加有前景、更远大的成长股可以去做选择。在费雪投资理念的影响下，1972年，巴菲特用2500万美元收购了洗衣糖果公司。正是这接近3倍的净资产收购溢价，使得巴菲特勇敢地跨出了格雷厄姆投资理念的框架。随着洗衣公司的茁壮成长，巴菲特意识到，购买一个好企业并让它自由发展，要比购买一个亏损企业，然后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扶持它，要容易且快得多。巴菲特曾经回忆说，如果当初我没有收购洗衣公司的话，那后来我就不会购买可口可乐公司的股票。可见费雪给巴菲特带来了多么深远的影响。好了，对第二阶段做个总结。如果说第一阶段巴菲特的投资思想和角色基本上是格雷厄姆式的私募基金经理，那么第二阶段呢，巴菲特逐渐转型为企业家和投资家的双重角色。他说，因为我把自己当成了企业的经营者，所以我成为了更优秀的投资人。因为我把自己当成了投资人，所以我成为了更优秀的企业经营者。进入了90年代后巴菲特遇到了更大的困难。用查理芒格的话说，第一呢，是规模太大了，投资选择将会受到限制。然后呢，未来15到20年的股票与我们在过去15到20年内看到的股票大有不同。简单的说呢，巴菲特面临着两难的境地，钱太多，机会太少。面对这样的挑战，随着巴菲特的持续学习和滚雪球的威力，巴菲特的投资思想呢，进化到了更高的层次。那投资技艺呢，也更加全面，更加的炉火纯青。那这个阶段，巴菲特投资思想的进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护城河。
1993年，巴菲特在致股东信中首次提出了护城河的概念。他说，最近几年，可乐和吉利剃须刀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实际上还在增加，他们的品牌威力、他们的产品特性以及销售实力赋予了他们一种强大的竞争优势，在他们的经济堡垒周围形成了一条护城河。相比之下呢，一般的公司在没有这样的保护之下而奋战。那护城河的概念可以这样通俗的理解，把生意想象成一个城堡，想保护好这座城堡的方法，就是在它周围建一条护城河。那这条河越深越宽，城堡在受到打击的时候呢，就越不容易受到伤害。被护城河包围的城堡类似于拥有持久竞争优势的企业，那这样的优势使得该企业能够持续的吸引和留住自己的客户，而没有护城河的企业将在困难的时期陷入窘境，其中难免有一些企业最终会以破产收场。那护城河主要包含了4点。第一呢是品牌，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提到饮料的时候，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可口可乐；当提到手机的时候，人们会马上想到苹果；当人们需要购买家具的时候，他们想到的第一个品牌是宜家。在这些企业的训练下，人们立即就能将某种特定的商品和品牌联系起来。虽然因为总会有消费者不喜欢上面提到的这些品牌，但是即便如此呢，他们是如此强大，也已经在你的脑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些拥有强大品牌的企业就拥有了一种持久的竞争优势。第二呢是规模经济，有些企业规模非常大，效率也相当的高，以至于可以不断的通过削价竞争，以使得竞争对手难以生存。那这些企业呢，就拥有了我们所说的规模经济。假设你想要开一家玩具的零售商店，你从供应商那里采购玩具，然后出售并且获利。一家与你竞争的玩具店在市场上已经存在了多年，并且全国各地拥有了50家零售店。当2家店都与供货商谈判的时候，你认为谁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折扣呢？答案显而易见。那你的竞争对手可以把价格降到比你低的程度，轻松地抢走你的客户。那现实中呢，亚马逊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们拥有庞大的网络和强大的议价能力，正因为如此，从书籍到冰箱，他们都可以定出比竞争对手更低的价格，从而以量换价，赚取更多的利润。第三呢是法律壁垒，有些公司的业务受到了法律的保护，比如在新加坡，它的国家法律规定了只能有一个证券交易所，因此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就占据了垄断的地位。如果你想让你的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除了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没有其他的选择。法律保护呢会显著提高竞争对手的进入门槛。举个例子，制药行业，制药公司为产品申请专利以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在专利保护期内未经发明人同意，竞争者不得制造、使用、销售、进口受保护的药品。第四呢是高昂的转换成本。作为用户我们对于有些产品和服务会在不知不觉中与之建立一种依赖关系。比如说微软的办公软件 Office， 如果你想从 Office 切换到另一套办公软件，你需要购买一个全新的软件包，以及所有相关的桌面应用程序、服务器和服务，这就是所谓的转换成本。而在现实中，我们会看到没人会这样做，因为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资金来重新培训大家使用一个新的软件，而且新软件可能与客户的其他公司正在使用的软件不兼容，因此大多数企业还是只能选择 Office。好了，接下来我们讲讲第二点，集中投资。按照巴菲特的原则呢，集中投资是获得超额收益的好方法，因为分散投资在分散风险的同时也会分散收益。如果你害怕重仓持有一只股票，无非是对买入的标的的胜算没有把握。如果是这种情况下，那干脆就不要进入市场。美国作家罗伯特在他的《巴菲特的投资组合》一书中注解说道，所谓集中投资就是找出杰出的公司，运用少就是多的哲学，把大钱呢押注于高概率的事件上的投资方式。说的再通俗一点呢，就是巴菲特认为，与其把资源分散在不同的项目上投资，不如集中配置到你自己充分了解和理解的公司，然后呢，通过时间带来的复利来充分的享受公司的成长和价值体现。巴菲特认为，如果投资者采取这个策略，会更加关注自己的投资对象，对公司的经营信息呢，比其他投资人也更加的敏感，由此反而可能降低了投资风险。巴菲特的这个投资战略与我们的教科书上或者学术上或者市场上流行的投资策略是完全相悖的。
最主要的是它看上去不符合分散投资的风险防范措施，但巴菲特呢就是这么做的。至于他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巴菲特是这样说的：投资的分散化、多元化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它只是一种对无知的保护手段。假如你要确保你绝不跑输市场，那么你就该每样都买一点。多元化没有错，对于不知道怎么分析企业的人来说，多元化是完美的明智的选择。但假如你知道怎么评估企业的价值，那么持有50只、40只、30只的股票就是疯狂之举了。因为不管怎样，一个人不可能找到那么多被低估的好公司。因此照我看来，若你采用多元化的策略，那就坦白承认你并不真正理解你投资的企业。那么多少资金分配到一个标的上才算是集中投资呢？哈格斯特朗认为，少则是3只，最多15只。他在书中列举了许多采取集中投资方式的投资家以及案例来做说明。例如，巴菲特自己在投资美国运通的时候，是将资产的1/4投资在了这家公司上。巴菲特1988年开始投资可口可乐公司时，资产占比达到了 20.7%。91年到97年，该比例上升至了 34.2%， 最高达到了 43%。在投资实战中，很多人的心理上接受不了集中投资的战略，他们把这种方式等同于在赌运气。如果赌对了就大赚，如果赌错了就要赔光。毕竟现实中有许多案例在告诫大家，以孤注一掷的豪赌方式来投资会导致惨败的结局。但是把集中投资战略视作赌价格波动的运气，这不是巴菲特投资的出发点。巴菲特要求投资的基础是企业的内在价值，要求投资者作为一个公司的所有者方式去投资，而不是成为一个价格分析者或者市场分析者。巴菲特认为，在投资过程中将自己作为一个公司的所有者，就会思考一门生意要去投资必须分析的内容，包括这门生意的可持续性、产品和销售模式、团队和研发，以及那些资本支出、可能遇到的经营风险，以及在投资期间可能得到的价值回报。也就是说，只有集中投资，你才能真正的研究去做判断，要买的公司是不是家好的公司。而如果是将价格的变化分析作为投资风险和回报，那这就不得不猜测股票明天会向什么方向运动。那这样的话呢，猜测股市的涨跌就和赌运气挂钩了。第3点呢，我们来看看能力圈。能力圈啊，顾名思义，巴菲特是想告诉我们的是，不熟悉的领域别插手，专注能力范围内的事物呢更容易成功。关于能力圈这个投资理念的形成，其实有个精彩的故事。一直以来，巴菲特都很喜欢美国的一个棒球手威廉姆斯。这位棒球手啊，创造了很多棒球运动的记录，获得的奖项呢也不胜枚举，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的击球手。他出版过一本著作，叫做《打击科学》，书中解释了自己的击球技巧。原来，威廉姆斯在击球时总是将击球区分成77个单元，每个单元呢代表了一个棒球。只有当球处在最好的单元时，他才会挥棒击球，以保持最高的击打率。对于非核心区域的球呢，即使嗖嗖地从身边飞过，泰德也绝不挥棒。他说，当你知道不打什么球的时候，才是真正打球的开始。受这位棒球手的启发，巴菲特将这一策略和投资做了类比，发展了投资领域中的挥棒概念。1995年，巴菲特在对南加州大学商学院的学生发表演讲的时候，简述了这个概念。在投资的时候，没有所谓的必须去击打的好球。比如说，通用汽车投出了47美元，你如果缺乏足够的分析来决定在47美元的价格到底能不能买进，那你可以放任它从眼前流过，不会有人让你下场，因为只有挥棒落空的时候，你才可能会被判出局。第2年呢，也就是1996年，巴菲特的能力圈理论正式成型。他在致股东的信当中提到，投资者要有正确评估所投企业的能力，你不需要成为各个行业都懂的专家，只要在你的能力圈范围内正确的评估几只股票就足够了。虽然每个人的能力圈有大有小，但能力圈的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知道能力圈的边界在哪里。如果你知道了自己的能力圈边界，你会比那些能力圈比你大5倍却不知道边界在哪里的人富有很多。从巴菲特的这段话当中啊，我们要特别的注意2个点。一个呢，是对自己要投资的企业必须了解，重点是加深而不是加宽自己的能力圈。也就是说，你不用样样都懂，
但在你了解的细分领域里，你要比任何人都懂。二呢，是知道自己的能力圈边界，也就是知道哪些公司自己能投，哪些公司自己不能投。那么怎么建立自己的能力圈呢？巴菲特是这样说的，他说，先列出你了解的几个公司的名称，再围绕这几个公司的周围画一个圈，接着衡量这些公司的价值高低、管理优劣、出现经营困难的风险大小，把合格的公司留在圈内，把不合格的公司移在圈外。对于圈外的公司呢，不管别人怎么看好，你都不要理，哪怕错过了再大的赚钱机会，也不要后悔。而对能力圈内的公司，巴菲特会拼命的研究。他说，我不会简单接受关于任何一个行业的传统看法，我会努力的研究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看法。我是这样深入研究公司的。我假设自己刚刚继承了这家公司，而且这家公司是我们家拥有的唯一财产，我应该对这家公司做些什么？我要考虑哪些事情？我担心什么？谁是我的竞争对手？谁是我的客户？我会走出办公室去和客户们交谈。我要弄清楚，跟其他同行业企业相比，我们这家公司的优势是什么？劣势是什么？这样思考和分析之后，我在很大程度上会比管理层更加了解这家公司。由于本期的视频时长很长呢，所以我们将这个视频拆成了上下两个部分，也希望大家在看的时候呢，会更加的方便。